这只大熊猫也太聪明了，饿了就拿着碗叫饲养员夹餐，它就是北洞的小白天。大家都知道北洞的窝窝头难吃，这天小白天拿了一个窝窝头，他不吃，而是嫌弃的放在了手里，等饿的时候吃。突然他听到隔壁有熊猫在敲门要吃的，不用想，那肯定是萌大。听着萌大的敲门声，小白天心生一计，萌大都能敲门要吃的，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呢？反正窝窝头不好吃，说干就干。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下水道盖子，用它当碗，就朝着饲养员叫喊着要夹餐。或许是不太熟悉这个业务，他忘记了敲门，但没关系，他的举动成功吸引了饲养员。可是这个饲养员注意力全在小白天身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小白天放在铁门前的碗。期间小白天还失忆了一下，孩子就差说话了。万万没想到，饲养员给他的碗当垃圾拿走了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小白天顿时都傻眼了。幸好小白天还藏了一个，举着它又继续要损。小白天的这次呼喊成功把奶爸吸引了过来，这个奶爸好像就是经常给萌大加餐的那个，所以这套流程他懂。怕小白天吃不饱，还特意给他准备了2根笋。现在北洞的大熊猫越来越会拿捏奶爸了。前段时间萌二学会了敲门加餐，这次小白天也学会了加餐，这都是萌大所带来的连锁反应。怕小白天学坏，奶爸喂完食物后，用工具将下水道的盖子拿走了。是我见过最狗的大熊猫，不仅经常从同伴手里抢食物吃，同伴不给抢后，它就悄悄地偷同伴食物，真是比二狗还狗。这只很狗的大熊猫叫做毛毛，别看它比二狗还狗，可人家有个很牛叉的金主爸爸。被抢食物的小熊叫做宝源，他是毛毛同届小熊中最好的朋友。平日里，宝源就像哥哥一样包容着毛毛，即使毛毛把自己手里的食物抢走，他也不生气，而是重新取一根。毛毛就和当初二狗抢花花的食物一样，吃着嘴里的，盯着对方手里的。这是当初二狗抢花花食物的视频。花花好不容易将笋剥开，一把就被二狗抢走了。拿来吧你！毛毛也是一样，吃完了直接从宝源手里拿。不同的是，宝源被抢食物后就学聪明了，他是直接就开吃，并不是把笋包好了再吃。即便是不包笋，也逃脱不了笋被抢的命运。看到宝源不给，毛毛就强行抢走。拿来吧你！直到第3次时，宝源那是说啥也不给，毛毛只好放手。你以为他放弃了吗？不是的，既然硬的不行，他决定来软的。特么的，他来偷的。趁宝源吃笋入迷时，悄悄地把对方的笋藏到自己身旁。宝源吃完后准备拿笋时，他怀疑过笋丢了，也怀疑过笋被自己做到了，甚至怀疑过自己，也没有怀疑过毛毛。而毛毛呢，看到宝源拿出了笋，特意看了看自己偷的笋，怕宝源给拿走了。毛毛，你是真的狗呀！来，大熊猫花花也有攻击性，多次欺负新奶爸奶妈。众所周知，花花一直都是可爱温柔的形象，尤其在谭爷爷面前，听话的像个小女孩，不吵又不闹。可是这天基地来了一个新奶妈，花花却一改常态，气汹汹的就朝着奶妈走去。奶妈顿时被花花的气势吓到了，然后赶紧朝着谭爷爷身后躲去。即使有谭爷爷阻拦，花花也没有停止该行为。看花花的姿势和动作，明显就是一个攻击性的状态。我话都没说完，他就一个袭击，他还以为抱的是奶妈呢，死死的抓住不放，结果发现是谭爷爷，赶紧又坐了起来。而奶妈早被这一幕吓跑了，从此没敢来花花的院子。除了欺负新奶妈，花花还欺负新奶爸。这天谭爷爷因为有事，一个新奶爸来给花花喂食。幸好新奶爸比较聪明，知道使用美食剂，可美食剂只能延缓花花的攻击，并不能彻底阻止他攻击。奶爸只能边退边喂，花花带来的压迫感很强啊。换做刚刚那个奶妈，估计早就丢下盆跑了。该说不说，这花花平时看起来温柔可爱，没想到还有攻击性的一面。果然古话说的没错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毕竟它们是熊不是猫。看到花花这一行为，估计谭爷爷也操心坏了，以至于谭爷爷都不敢出差，一旦出个差，没人敢近距离投喂花花，花花估计就要被同伴抢食物，从而饿肚子了。男子准备揪大熊猫耳朵，结果被大熊猫揍了一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一名男子趁管理员不备，翻进了大熊猫所在的场内，甚至还嚣张地朝着同伴比了个手势，然后走到睡觉的熊猫面前，近距离打量着他。这时也不知道熊猫醒没醒，反正没有搭理他。哪知道男子胆子越来越大，还走到跟前叫大熊猫起来玩。就在他伸手救大熊猫耳朵时，这下大熊猫忍无可忍，起身就抓住了该男子。救命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让大熊猫起来玩吗？现在喊救命干嘛？可能因为男子打扰了他的美梦，熊猫一用力就将男子弄到了地上。这一幕看得可谓是大快人心，真是应了一句话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看到熊猫真的生气了，男子想通过抚摸的方式让熊猫松开自己，哪知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甚至压着男子
对其进行了一顿胖揍。一想到刚刚这嚣张的模样，此时我就想笑。他还将头看向同伴，你的同伴正用镜头记录下你被打的画面呢。哎呀，又是一顿暴击。熊猫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可别把自己弄伤了。都说了，大熊猫虽然可爱，但它们毕竟是熊，怎么就不听呢？还擅自闯入熊猫园子，这下后悔了吧？最后的最后，男子趁熊猫不注意，开始发起了最后的挣扎。调侃归调侃，还是挺希望他能挣脱出来的，毕竟也是狗命一条。万万没想到，最后他真的成功了。进来时有多嚣张，逃离时就有多狼狈。要是再慢一点，估计就要交代在这了。大熊猫金虎和飞云太牛了，隔着门都能打起来。这时要从金虎偷窥说起。这一头的飞云正在睡觉，另外一边的金虎疯狂偷窥，透过门缝不停打量着飞云。众所周知，这飞云对金虎那可是血脉压制。两熊到一起时，金虎可不敢靠近飞云，隔着门的时候，他也只敢悄悄地偷看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女人的第六感很强。这不，飞云从睡梦中醒来了，恰好就看到了正在偷窥的金虎。我云姐立马就不高兴了，对着门缝中的金虎就拳打脚踢，任凭奶爸怎么喊，但无济于事。啊哈！金虎胆子变大了，都敢咬飞云了。大胡子下手没轻没重，咬住飞云的耳朵就不松口。你真想飞云变成下一个阿宝吗？好在大胡子松口了，然后飞云展开了绝地反击。突然下一秒，飞云又会咬住了金虎的脑门。这两家伙，你们玩的回合制游戏吗？你们也是真牛呀！从小打到大，现在金虎都成老光棍了，你们既然还在打架，最后还是我云姐厉害，隔着门缝又咬住了金虎。金虎疼的那是呱呱叫，果然是血脉压制呀！怪不得网友给了金虎一个专属 BGM， 叫做飞云之下。在我看来，真是绝配。后面全是飞云单方面压制金虎，相信经此一战，金虎估计再也不敢偷窥飞云了吧。众所周知，熊猫界越狱最火的就是萌兰，凭借一己之力把北洞差点干上市。殊不知，这只叫做圆满的大熊猫，越狱技能比萌兰还牛，2个月大时便主动寻找机会，成功越狱。我们来一起看看怎么回事。当时圆满为了获得自由，趁同届小熊睡觉时，将他们当作肉垫，踩其背，先爬上台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睡觉小熊睡得可真香，这样踩都没醒，和向往自由的圆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爬上台阶后的圆满又遇到一个难题，就是这个通道已经被饲养员死死拦住，除了苍蝇，熊猫根本无法出入。然而你千万不要低估一只向往自由的熊猫，即使无路可走，它也要走出一条路来，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打，打不通的路就用脑袋挤。就这样，圆满硬生生将自己的脑袋从狭小的围栏间隙给挤了进去。一只刚醒来的小熊见状，直接被圆满的操作惊呆了，直呼牛逼。他也属实牛，在看似无法越狱的情况下，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给挤出了一条路。就这样，圆满成功越狱了。这波操作比萌兰还牛，不得不服他。